一晃都过去3年了，这3年里，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小姐，你说。我在想，高家的人怎么就落到了人人惨死的地步？皇帝对高家至于这么深仇大恨吗？还是说另有隐情？江婷，我虽然年纪小，却也知道，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事出总有因，种因才得果。我想找出那个因。那座高山一天不翻过去，他和娘一天被压在山下，这辈子都别想翻身，连跟人斗个嘴都要短人一截舌头。江婷看着小姐苍白的小脸，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小姐心里的疑惑，其实她和二爷心里不知道盘旋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这个疑惑，二爷至死都没有弄明白。主仆二人入了江府，一路直奔书房。走到半路的时候，江枫迎上来。他到了。回小姐，还没有。谢玉渊按下松了口气，不由得放慢了脚步。3年没见的人，见了面该说什么？安王爷，别来无恙啊！没想到吧，我们以这种方式又见了。木之，越发的玉树临风啊，风流倜傥了。小师傅，你的病怎么样？毒都去尽了吗？我入京，你的大腿还给不给我抱一抱啊？左思右想，思前想后，似乎哪一句都显得敷衍和潦草。小姐，你和安王师就相识，他应该不大会为难你的。谢玉渊没有说话，沉默地往前走。3人抬步走进庭院。谢玉渊，这一嗓子叫出来，谢玉渊愣住了，目光落在那人脸上，好半晌，轻声道：王爷。当此时暗夜如墨，只一眼他就已经将高家的种种忘了个干干净净。有些人天天在你面前晃荡，连你连他的长相都记不得，而有些人中间隔着山水，隔着光阴，他的脸始终在你的脑中。李景业近距离看到这张脸，心里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好久不见，别来无恙了。既然来了，请吧，安王爷。走进书房，他环视一眼，简单干净古朴，半点脂粉味都没有，像极了一个成年男子的书房。他打量之际，谢玉渊已经端坐在了书桌的后面。他主位，堂堂王爷做次位。你的脸色不太好看，可是病了？心力憔悴的原因。不过安王爷瞧着气色不错。心中有喜的原因。谢玉渊解下玉佩，江婷上前把玉佩接在手中，走到李景业面前，双手递上。李景业捻在手中，随即他从怀里也掏出一枚，2枚玉佩同时置于小鸡上，慢慢合在一起，如同一胎生出的龙凤。竟是合了。竟是合了。江婷。是，小姐。江婷走到多宝阁前，取出早已放在那边的一处匣子，捧到李景业面前，打开。安王爷，168间铺子，18年间共赚4974万两银子，按约定，您可以拿走一半。李景业此刻的脸上才露出强烈的金色，他的心狠狠地跳了几下。4974万两，这是何等庞大的一个数目！但是我们小姐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她是贵重女子，太监头看到的只有4方天，银子多了烦躁惦记，所以4000万两银子宁可通通拿走。还有那168家铺子和那些石头，安王可尽数拿走。江婷的话很轻，然而在李景业耳里，无异于是地动山摇。整整4000万两银子都归他，为什么都归他？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目的？谢玉渊，为什么？理由刚刚江婷已经说得明白了，倘若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无非就是希望安王爷将此事守口如瓶。李景业没说话，他突然有些怀念从前的谢玉渊。这么多的银子买一个守口如瓶，谢玉渊，你也真是舍得。银子吗？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花就行了。李景业接过夹子，把夹子往机上一摆。你是高家的人？回老爷，老奴确实是高家的人。挺忠心的嘛，换了我，高家人都死绝了，若是把这些东西占为己有，也是神不知鬼不觉。老奴受高家大恩，不敢做出背主的事情。当年谢雨嫣和高氏流落在孙家庄整整10年，你是没找到呢，还是找不到？10年都没找到，后来又怎么找到了？高家怎么会把如此重要的东西托付给一个老奴？你那个义子是你从西北救回来的吗？入西北做什么？谁和你一起入的？那枚玉佩为什么不早点出现在玉灵阁，而是要在这个档口上出现？一连串的问题像箭一样射过来，江婷冷汗连连。就算她和小姐事先想到了无数的说辞，此刻也无法开半句口。眼前的男子看着温润如玉，实则心机深沉，所有的答案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错一句全盘皆错。江婷用难以形容的目光看了谢玉渊一眼。安王爷，恩将仇报这种事情做了可是要天打雷劈的，言外之意权货两清，你再追问那么多可就不地道了。李景业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这3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丫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滴水不漏？如果我是安王爷，我就不会问得那么细，银子铺子都拿到手，才是1等1的重要大事。倘若我像王爷一样好奇心这么强，再多问一句，您这银子打算怎么花呀？安王爷心里作何感想？这丫头冷冷地对他们，应该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但真正做到了，又觉得心头像是缺失了一块。当初我大舅舅与你的先人滴血为盟，应下这桩天大的事情，因为这个血盟，他落得连全尸都没有的下场。他一死，高家大厦顷刻崩塌，抄家、流放、砍头，只落下娘和我这一点血脉。后来的事情，想必安王爷也清楚。我和娘在孙家庄过的什么日子，安王爷也见识过。李景业听了依旧没说话，他心里很清楚，谢玉渊说的那些话听起来不悲不伤，露出来的却也只是冰山一角。但事情从来都不是心软能解决问题的，来龙去脉不弄清楚，这银子拿了烫手。谢玉渊，你有你的坚持，我自然也有我的坚持，我希望你能如实说来。如实说来，谢玉渊心里的一根弦嘎嘣一下断了。倘若我不能。谢玉渊，江婷这些年一直待在燕谷寺，这些我能查到，别人也能查到。砰，绷紧的神经终于断裂。大眼狼3个字一出口，李景业的后脊仿佛被人抽了一鞭子。小姐。谢玉渊被他这么一唤，瞬间清醒过来，想来想去，他认识的李景业不就应该如此吗？爸，安王都已经查到岩谷寺了，再瞒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谢玉渊沉默片刻，江婷，你全盘说与他听吧，我去外间等着。是，小姐。谢玉渊走出书房，早就等在一旁的江峰迎了上来。小姐，怎么样？江峰，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有些已经忘了，有些还记得。记得些什么？家里有阿母、阿爸，还有哥哥、姐姐，我最小，还养了好多的牛羊。阿爸每天都外出放牛放羊，阿母就在家里做好吃的。后来呢？后来牛和羊都死了，阿母哭，阿爸叹气，再后来就有坏人杀进来了。江峰说这些话的时候，整个人好像变成了一块石头，没有露出任何的情绪。他跟着高二爷这么些年，早就明白了一件事情，一个人要隐藏好自己的情绪，否则活不下去。你怎么活了下来？不知道，好像记得那天晚上，我阿爸在我颈上重重地敲了一击，醒来就发现自己在戈壁滩上了。小姐一定没见过戈壁滩，荒无人烟，只有野兽和群狼。活下去一定很难吧？是根本活不下去，如果不是遇见了二爷和义父。谢玉渊听到这里，心里慢慢释然。当初在孙家庄，如果不是有师傅护着，
他和娘的命也许就走了上一辈子的老路，就当还恩吧。这时李景业和江婷一前一后的走出来，来龙去脉王爷可弄明白了。倘若没有这层重担，我二舅舅此刻也能像我一样站在这庭院里观景赏花。今日太晚，有些事情我需要斟酌一下，明日此刻我再来。说罢，丹田处一提气，人便跃上了房顶，消失在暗夜里。江婷听完他怎么说？和小姐看的一样，一言不发。藏得还真深。小姐，老奴这些年走南闯北，也算见识过不少人，像安王这样年纪轻轻、喜怒半点不形于色的男人，老奴还是头一回见。小姐日后与他相处，一定要多留几分心眼，这人的心思深不可测。没有日后，都到了这个份上，就不要再什么自欺欺人，说什么日后了。日后只有路归路，桥归桥。对了，安王给老奴留了一张纸，说等他走了以后再交给小姐。小姐，你看看。谢玉渊接过来，快步走到堂屋里，放在灯下一看。小姐，是什么？谢玉渊把纸递还过去，江婷看了一眼。这是谢二爷贪腐的证据。娘的，都去了半天了，还不回来？老子上眼皮和下眼皮用牙签都撑不开了。邹长山这会儿已经趴在桌上，不知是睡着了还是醉过去了。年纪轻轻的喝酒熬夜，比老子还不中用，也是早死的命。笨柿子骑了一天的马了，这会儿又陪你喝了2个时辰的酒，贴人都不住啊！嗨，你还咒我早死？哟，还有气呢啊！砰！门从外面被推开，李景业夹裹着暑气大步走进来。怎么样了，木子？还有酒吗？来人呐，拿酒来，重新这一桌菜。酒菜很快上来，李景业连喝3杯。你他娘倒是说呀，老子急得屁股都要上火了。人见着了，东西也喝上了，4974万两银子，他愿意拿出4000万两，外加玉林阁所有的铺子和石头。张旭怀和苏长山2人被惊得目瞪口呆。整个国库现如今的库银也不过近1000万两银子，那丫头手上握着4个国库。快，迅速的抽我一下！狗日的，你下手也太狠了，轻点不成呢？别闹，木子，这丫头是疯了吗？你家外公留下的遗言不是1人1半吗？快，你给我一五一十的重说一遍。李景业勉强收起情绪，将事情说了个大概。那2人听罢半天没有言语，人都是僵的。李景业也不催，只是一杯又一杯的喝着酒。这一晚上得到的信息太多，纷乱杂陈中他得理出一个头绪来。这世上只知道有一个皇帝被活宰了的高大爷，却没想到还有一个隐姓埋名的高二爷。若不是你亲口所说，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哎，谢玉渊不是会医术吗？连他都救不活，说是有进灯库，才刚刚30出头。这样一个见不得人的身份，守着这样的秘密，操持着这么多的铺子，不油尽灯枯也难呐。若是我早些找到他，也不至于。李景业说完，心里一顿，他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开始谢玉渊不想把高家二爷的事情说与他听。高二爷这一生活成了个影子，临死前遁入佛门，空门讲6根清净。如果有可能，他是不想外人去打扰那个可怜的男子。木之啊，你外公的眼光可真好。若换了其他人，面对着滔天的巨富，只怕早起了邪心。这年头，一诺千金之人可不多了。我现在对高家充满了好奇，皇上嘴里骂高家人是猪狗不如，怎的到了咱们这里就成一诺千金了呢？无人应他。人找到了，银子也有了，那丫头的手笔又是这么大，你打算怎么办？李景业这一路想的都是这个问题。这些年他在外人看来不过是个闲散王爷，
胸无大志，锐气全无，仗着皇帝的一点宠爱，困寂于王侯将相中。唯独他自己心里清楚，那团复仇的火焰不是灭了，而是越烧越旺。4000万两银子，再加上外面有阿古丽招兵买马，朝廷有他步步为营，宫里有张须怀把持太医院，不出5年时间，这李姓天下将不复存在。不想尽数收入囊中，那就收吧。回头等这事成了，再好好谢谢人家。那丫头说的对，高家的抄家灭族和这些御史脱不了干系。李敬业啊，李敬业，这4000万两银子，那可都是用高家人的命换来的。徐怀，我希望你和我演一场戏。什么戏？师徒决裂的戏。放屁！凭什么我要和他师徒决裂啊？因为高家就剩下他们母女这2条血脉了，而我要做的是父子相离、君臣倒戈的大逆不道。这条路或是锦绣，或是地狱，谁又知道呢？我不论高家别的人如何惨死，这丫头我要她结婚生子，儿孙绕膝，长长久久的活着。言罢，他把手中的杯子一扔，身影迅速消失在夜色里。许久，苏长山叹了口气，拿起他扔下的杯子，手刚碰上就被杯子上的温度激了一下。张旭怀，你发现了？其实我早就发现了，这家伙的体温如今是越来越低，我用针都快压制不住了。是突发了吗？倒也不是，已经没办法出警了。这些东西这些年始终沉在他的血液里，今天往这里流一点，明天往那里流一点，5年下来4经8脉都流到了。那他会怎么样？轻则和从前一样实力减弱，直到下为止，重则……张须怀没有再往下说。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一条心吗？都说虎毒尚不食子，想我张须怀在母胎里待了7个月，就奔了这个世界。我爹娘为了让我活下来，连命都可以不要。我就想看看，想毒死儿子的老子会是什么下场。我跟着他从京城来到北狄，又从北狄到了孙家庄，再从孙家庄入了京城。在北狄他活得肆意畅快，在孙家庄他半人半鬼，只有在京城他如临深渊，如见薄冰，活得战战兢兢，所有人都在算计他，连皇位上的那一位也在算计，我都替他觉得难呐。明天你若开不了口，我来做这个恶人吧。不用。谢玉渊回到青草院，见后院东厢房里的烛火还亮着，知道娘是在等他。他理了理衣裳，才推门进去，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与他听。末了，把那张纸递到高氏手上。娘，这上头是谢二爷贪污的罪证。阿渊，这是他送你的投名状。投名状？哎，什么投名状啊？不过是心虚，一点赔偿而已。这一夜短得像是刚闭眼睛天光就亮了，只是天刚亮，暴雨却至，数天多是阵雨，这雨片刻即歇。雨一停，顾氏便打发人往三爷房里置小厨房，哪知泥水匠一进院就被丫鬟告知，将小厨房置在青草堂即可。下人们不敢自作主张，立刻回了顾氏。顾氏还能说什么呢？自然是无话可说的。一开工，青草堂里乱成一团，谢玉渊被吵得头疼，索性往三叔的院子里去。中午时分，小厨房风风火火地支了起来，李青儿有了用武之地，脸上笑得像朵花。罗妈妈见小姐半点精神气也没有，小姐，车到山前必有路，好生歇一歇，晚上还有硬仗要打呢。谢玉渊点头，简单的用了点饭菜，又去三叔的书房里呆坐半天。好不容易挨到了天黑，他早早的换好了衣裳，梳好了头，等着江峰来接。院门落锁后半个时辰，谢玉渊的人就立在江府的庭院里。他刚站稳，青山便从树上跃下来。
谢小姐，我家主子请您过曲江一游，马车已在府外等候。我一闺中小姐，深更半夜何人游曲江？青山，你主子有些强人所难了吧？谢小姐，主子的话就是小人的天，您别让小人难做。这院里谁也不是傻子。江枫冷眉倒数，大步走到谢玉渊身边，眼里的寒光掩都掩不住。小姐，就让老奴陪你走一趟吧。我一介平民，不敢劳安王的驾。江枫，你驾车。是，小姐。江婷，你去把东西都带上。小姐。他安王再不把东西接手过去，我也只能抱着这些银子往曲江里一跳了。青山眼角抽搐了几下，半句话也说不出来。7月的夜，暑气正盛，一艘游船静静地飘在江上，几个伶人手抱琵琶，轻声弹唱，曲调悲凉。舱里，张须怀对着一桌酒席自斟自饮，目光却落在那个吟唱的伶人身上。船头，2个锦衣公子临风而立，低声谈论。不知人来了，坐的却是江府的马车，这丫头是在告诉你别得寸进尺啊。她是有底线的，这丫头从来都不是你说什么她就做什么的人，她算计起人的时候像只小狐狸。苏长山侄女那么聪明，怎的小叔笨得不行？谢玉渊上船，上前施了一礼。谢小姐，里面请。安王爷请。谢玉渊进舱，看到张须怀，脚步顿了顿，有些犹疑不定的是上前叫一声师傅，还是在原地称呼一声张太医。站着干什么？坐吧。能喝酒吗？只能喝点江南的米酒。这就是江南的米酒，加了桂花，又叫桂花酿，入口甘甜，后劲十足，是你那个短命的爹呀最喜欢的。师傅从前斟酒7分满，今天这酒怎么斟酒到了10分？很简单，那天你给我磕了3个头，今天我送你一杯满酒，方才全了咱们师徒的关系。谢玉渊一听这话，目光骤然对上张须怀，提心吊胆了一天的疑惑顿时明白过来。张太医，多谢。张须怀呆若木鸡，定定望向他。你心里都明白？明白。这杯酒既是全了我们师徒的情分，也是了却师徒的关系，我都明白。来，阿愿敬你。张须怀见他一点就通，拿起酒盅一饮而尽，随即酒盅扑通落在曲江里，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出船舱上岸。谢玉渊学着他的样子，把空了的酒杯扔进江中，顺势把眼角的泪逼回眼眶。安王爷，这一下可以谈正事了吧？不急，先听一会儿曲吧。话落，几个伶人，曲风一换，一股悲凉凄美之气扑面而来。孤魂野鬼隔着奈何桥，喝下孟婆汤，忘却前尘往事，独独这曲子忘不掉。阿元，你在这曲子里听出什么了？安王爷，我人笨，听不出来。一人不知曲中意，唯我独奏曲悲凉。你还小，听不出来也正常。这是北地铺内流传100年的安魂曲，说的是一个年轻人做了一场梦，梦里山河破碎，魂不知归处的故事。谢玉渊的目光不由得向那几个伶人看过去，都是异域人士。想起娘说起李景业的那些个事，一颗心豁然开朗。他收回视线，静静望着李景业。安王爷有话，不妨直说。李景业喝了杯酒，良久，他挥挥手，伶人们立刻识相地离开。4000万两银子和玉灵阁的168件铺子，还有那些石头，我都要。正该这样。还有一件事，江枫、江婷父子，我要用3年，只为交接。3年之后，我会给他们一个全新的身份存活于世。谢玉渊微微一震，听他继续说下去。你放心，我全虚全伪的把人从你手里接来，自然会全虚全伪的还给你。谢玉渊转头望了窗外片刻，那他们的新身份就劳烦安王爷了。阿元，这些年谢谢你，还有高家。倘若没有这笔银子，我的日子还要更难些。
王爷还有什么吩咐吗？若没有，就请你的下人把车上的那些个账本搬下来，银票都装在夹子里，整整4大家都在车上。李景业挥挥手，青山乱山两人立刻手脚麻利地搬东西。谢玉渊走出船舱，看着看着便觉得心底的那块石头被搬开了，浑身上下说不出的轻松。浩渊，李景业笑笑，这一笑繁花尽失，夜风尽醉。以后你要好好的。谢玉渊在他的双眼中只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似有所悟，而后心中惶惶然起来。师父和他了却了师徒之情，他让他以后要好好的，他们是不想连累他，正因为不想连累，所以索性连江峰、江婷这2个唯一能把他牵进去的人也一并剥离开来，真正的万无一失。谢玉渊从未感觉自己这么面目可憎过，像有一面镜子把他的5脏6腑、4经8脉里的算计都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笑。谢玉渊才吐出1个字，声音已经劈了。他想说，小师傅，安安分分的活着不好吗？何必非要去走那一条没有回头的路？他又想说，小师傅，我看过你前世的结局，就是一个死字，这一世咱们换个活法。哪一句话都说不出口，那支安魂曲已经把他所有想说的话都给堵住了。他只能说，放心，我会好好的。他的身后有娘，有高家，有三叔，有罗妈妈，有青儿，有阿宝，他还要为高家延续血脉，结婚生子。他没有办法站在他们的身后，能做的只有远离。你和他也要好好的。说罢，他起身走到船舱边，与江婷、江峰耳语了几句，然后背过身，把半块玉佩放在李景业的手边。这玉佩你收着。江婷见多识广，经验丰富，168间铺子有今天，他出力最多。江峰年轻稳重，心思细腻，面冷心热，这2个人你用好了，事半功倍。今年年景不好，连江南都是多天灾，别的地方可想而知。往后几年，玉林阁的生意不会太好，银子若无去处，多囤些粮吧。为什么要囤这么多粮啊？你们不是要起兵造反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连她这个闺中小姐都能清楚的事情，你还来问我为什么？果然不能说太多，说多了人家不仅不感激，反而要怀疑你的动机。苏世子，我胡说的，当不得真。安王爷后会无期。后会无期，谢小姐。谢玉渊深目看了他一眼后，走下游船。车轱辘吱呀吱呀，寂静的夜里乍一听分外刺耳，再想听却是离得远了。到底是走了。李景业静静地目送他离开，直至马车映入深沉夜色，再不能看见。马车里，小姐，安王爷把我和江峰都要走，估摸着以后在京城的时间不多了。你们走了，我确实不方便，但府里有的是人，你挑2个信得过的，身手好的给我使唤就行，再派2个马骑的好的，口风紧的做联络。安危中有一对兄弟，大哥叫沈荣，忠厚老实；小弟叫沈毅，机灵能干。早年黄河水灾，二爷从西安府买来的，适合留在小姐的身边。那就留他们吧，江叔。使不得啊，小姐，万万使不得！您是主，我是奴，规矩可不能坏。你马上就要走了，还说什么规矩不规矩？这一去，尽快交接好。铺子里的老人，还有庄上的那些个琢玉师傅，一定要安顿好。依了主，倘若有想离开的，银钱一定要给足。他们跟了高家这些年，高家不能亏待他们。若是还想跟着高家的，就在庄上养着吧。小姐放心，这事老奴一定办好。剩下的900万两银子，虽然足够咱们这辈子的花销了，但坐吃山空。我跟着张太医学了点医术，不能白费，想办法开几间药馆，请来好的郎中坐堂，做点给祖宗积德的事儿吧。这事可行。反正咱们买的庄子够多，腾2个庄子出来种草药，只是
隔行如隔山呐，这里头的门道，老奴还得打听打听。不急，咱们慢慢来。这桩大事一交出去，小姐身上的担子就轻了许多，除了赚银子的事，婚事上也得相干起来了。这话像是在谢玉渊的心头泼了一盆冷水。这事儿以后再说。你们什么时候出发？我这一桌酒席送送你们。曲江上，阿叶，如今咱们有了银子，就可以开始招兵买马起来。阿古丽，现在黑风寨有多少人？520人，只剩当年全盛时期的1/5。不过，能在那场杀戮中活下来的，都是1等1的高手。给我银子，给我马，再过2年的时间，我能把整个北狄都拿下。刚刚得到个小道消息，镇北大将军白方术又上书致仕，此官的折子这会怕是已经送到皇帝手中了。这个老贼杀尽我族人，想太太平平的荣归故里，想都别想。早晚一天，我要把老贼的头割下来，祭奠我的族人。他今年也该50有5了吧？确实不年轻了，听说一身伤，连马都不大骑了。那他这回辞官是虚张声势，还是确实想告老还乡？前面9个虚张声势的成分多一些，这一回告老还乡的成分多一些，就是不知道皇上允不允了。他这一遭，镇北军群龙无首，谁能拿得住啊？叶昌平怕是要全清西北大军了。太子一日为例，他就一日不能全清西北。就算皇帝同意白方术的辞官，也会派了妥帖的人安在镇北大将军这个位置上。你认为会是谁啊？军心难测。哼，不管难不难测，黑风寨必须扩大，西北大军加起来足足有30万人，我黑风寨就是以1敌1也敌不过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事你必须给我按着来。寝殿里，靓庄贵妇含笑走进来，皇上该歇了。怎么去了那么久？景云那孩子也老大不小了，你就少操心些吧。也操心不了几年，将来出了宫，自然有人帮他操心。倒是皇上，这一晚上的眉头都没展开，可是遇上了什么难事？老家伙又上书了，说是要回京养老。如今四海太平，白将军守了几10年的镇北军，是该回来想想儿孙们的清福。老将军也可怜，听说连小孙子的面都还没见过。他回来了，镇北军交给谁呀？朝中这么多武将，臣妾不相信就找不出一个能干的人。保全帝此时笑了下，居然没出声。令妃见状也不敢再言语，只在心里细细思索皇帝说这话的深意。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或许是因为身上担子卸下的原因，谢玉渊一夜好梦，洗漱好，先去娘的房里请安，把昨天曲江上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于娘听。高士听罢，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女人不懂那些家国天下，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男人心里装的东西多，咱们远着些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可算是轻松了。二奶奶，小姐，早饭好了，摆在哪里？就摆在这里吧，今天我和娘一道吃。三叔那边送去了吗？早送去了，三爷一早就吃了，这会儿他已经到了衙门。哦，对了，三爷说明天不用给他送早饭，他要出趟远门，好像是当什么差。吃完刚漱了口，谢总管登门了。三小姐，这是永安侯府递来的帖子，5日后侯府有宴。谢玉渊这会儿正好在院子里遛弯，连帖子都没接。这么热的天，我就不去凑什么热闹了。三小姐，这帖子指名道姓要您去，太太说了，侯府不是别人的家，既然下了帖子，就不能失礼数，让人看清了去。谢总管一笑肉不笑，话说的不软不硬，眼角的余光却止不住的往后院瞧。你在瞧什么，谢总管？啊，我在看二奶奶起身没有，好久没给她磕头了，老奴寻思着得给二奶奶磕个头去。谢总管有心了，娘不见外人，等以后吧。是，小姐。这帖子除了我有，还有谁？府里3位小姐还有大奶奶都有，一府的女眷都请了，
太太说了，二小姐是个好的，年岁也不小了，酒香也怕箱子深，总要去场面上露露脸的。既然这样，我便跟着去吧。是，老奴这就给太太回话去。小姐，这人表面上装得跟个弥勒佛似的，实际上心思最坏。越是对咱们笑的人，越是要留个心眼子。妈妈，找个机灵的小丫鬟，远远地跟着。是，小姐。谢总管走出青草堂，直奔后花园，走到拱桥处，姨娘，她应下了。邵姨娘朝身后的丫鬟看了一眼，丫鬟机灵地掏出一张银票。老奴刚才帮姨娘打听过了，谢三爷这几日跟着他们计较去保定府办差，都回不来。干得好，谢总管，日后我是不会亏待你的。那奴才就祝姨娘心想事成。真是张巧嘴。邵姨娘笑眯眯地看了他一眼后，打伞离开，没回自个儿院子，而是去了儿子那边。书房里，谢成林见娘来，装模作样地放下手里的书，迎了上去。大热的天，姨娘怎么来了？你前几日派丫鬟来跟我说的事儿，是不是真的？我的亲娘哎，儿子是什么人？怎么可能说假话呢？千真万确，儿子亲眼看到的。姨娘，你是没看到谢玉渊那个小狐狸精多会勾搭人，陈燕青被他迷的是颠三倒四的，连魂儿都找不着了。你就说他这样子能去咱妹吗？小贱人！姨娘，早点下手吧，要不然真等他们勾搭上，黄花菜都凉了。姨娘，我还跟你说，青草堂那个地方有鬼，儿子前几天本来想找那贱人麻烦的，结果莫名其妙的摔了一跤，你看腿都摔青了。你个傻子，堂堂爷们儿跟个小贱人算什么账？你给我把心思都用在读书上，给姨娘考个功名回来。内宅的事有姨娘呢。邵姨娘这头刚和谢总管碰上面，那头谢玉渊就得了消息。罗妈妈越想越觉得不对，小姐，咱们可得当心啊，这谢管家和邵姨娘凑在一起准没有好事，这里面怕是有猫腻。就是的，动不动就眼泪汪汪的装可怜，一副受尽天下委屈的模样，实际上心眼子最多。小姐，要不去侯府那天，你把魏温和青儿带上，他们一个会拳脚，一个手脚机灵。你们先去忙，妈妈留下来陪我说说话。青儿和阿宝一见这个情形，就知道小姐有重要的事情要和罗妈妈商量，忙退到门外守住了房门。昨儿安王把谢二爷贪腐的证据交给了我，我和娘商量了一下，暂时先不拿出来。为什么？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妾府纵然可恶，但也并非人人可恶。三叔刚入翰林，二姐的婚事还在天上，这会儿要拿出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小姐打算，娘说分了房也就无所顾忌。二奶奶的心还是太善呢，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可娘说，倘若为了一己私利，就置别人于不顾，这和害人也没什么分别。妈妈，我原本想来个痛痛快快的釜底抽薪，这会儿倒不得不顾忌。罗妈妈心中何尝不明白，谢家不是二房人的谢家，还有大房、三房。小姐就算什么人都不顾，三爷和二小姐总是要顾一顾的。这么说来，谢二爷做的那些坏事并不小。妈妈聪明。谢玉渊点点头。娘说，倘若这东西拿出去，官位没了是轻的，说不定还要坐牢。大房、三叔不受牵连的可能性很小，那就只能等一等。三爷早晚是要分出府去的，我也是这个意思。小姐放心，这些日子我会让丫鬟格外当心的，这样格外小心。魏温还是留给娘，我有银针足以自保。对了，小姐，前几日奴婢在路上碰到敏氏，脸色煞白，走路脚都是虚浮的。她是病了吗？瞧着像是病了，可远远的又听到她干呕了几声，心里琢磨着，不会是有了吧？妈妈有几成把握？没有把握。赵姨娘把内宅把持的滴水不漏，
怎么可能让闵氏钻了这空子？也许是闵氏暗下留一手也不一定。妈妈，你寻个机会去瞧一瞧他，摸摸看到底怀没怀。是，小姐。1个时辰后，罗妈妈回到青草堂。小姐，闵姨娘确实怀有身孕，已经3个多月了。她哭着求奴婢帮她在二奶奶面前求个情，容她把孩子生下来。少姨娘从前给她下过婢子的汤药，闵姨娘怕她又在吃食里动手脚。妈妈见的人多，觉着这闵姨娘该不该帮？论情，这闵氏挺可怜的一个人，肚子里好歹是条人命。论理，就许那少姨娘陷害咱们，就不许咱们给她添些堵。既然如此，那妈妈就在吃食上多费心些，帮她一把。这事儿我帮娘做主了，你让她先不要声张，能瞒多久就瞒多久。还有，让她自己也要万般当心。生活就是这样，总是问题叠着问题，矛盾接着矛盾，司寇永远也解不开。就在这时，京中传来安王李景业奉旨再入江南的消息。谢玉渊刚卸了珠钗，洗漱睡下，却听见窗柩被敲了几下，服侍他的如蓉菊生吓了一大跳。外头站着一个黑衣蒙面男人，来，话刚吐出1个字，就被点了哑穴。三小姐，是我，别怕，青山。深更半夜的，你来做什么？三小姐，我家王爷离京前想请青儿姑娘做几道菜。什么菜？鲫鱼豆腐汤、红烧肉、韭菜炒鸡蛋、大煮干丝，东西都备全了，就请青儿姑娘掌个勺。这几道菜是李景业治好眼睛后吃的第1顿菜，堂堂王爷竟然还馋这些，可真让人稀奇。青山他也是这么认为的。真不好意思，青儿姑娘已经睡下了。三小姐，我家王爷说这些年山珍海味都吃遍了，独怀念这几道菜，梦里都想吃。梦里吗？他做的梦还真稀奇。三小姐，我家爷还说这一顿不让青儿姑娘白做，小姐想要南边什么玩意儿，她都可以帮着买来。谢玉渊闻言真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想要做什么，既然都已经后会无期了，为什么还要藕断丝连？何必呢？告诉你家王爷，菜可以做，东西就不必了。江亭、江枫他们会帮我买的。青山那能一样吗？小姐，你说好好的，为啥他要吃这4样东西？我的厨艺也不是最好的，王府的那些大厨哪个不比我厉害？也许他馋吧。做王爷怪可怜的，和小姐一样可怜。我哪里可怜？他哪里可怜？小姐明明不想待在这谢家，却不得不在谢家待着。王爷也是，明明贵为王爷，却连自己想吃的东西都吃不到，还馋这个馋那个，这不是可怜是什么？人呢，哪能都随心所欲地活着？一人有一人的难，一家有一家的事，他那样的人更难。小姐这会儿倒挺体谅他的，刚刚青山在的时候怎么冰着一张脸？谢玉渊被青儿这丫头问得一愣，身子一缩，把脸埋进了被子里。李青儿见状，忙吹灭了烛火，走出去。黑暗里，谢玉渊慢慢睁开眼睛，极小幅度地勾了下唇，很多感情都摇摇欲坠，很多牵绊都吱吱哑哑。他若想活得自在些，除了冷脸，别无他法。爷，菜都做来了，还是热的，您趁热吃。盛碗米饭来。是，这丫头的厨艺有长进啊，她没为难你吧？爷，她说爷做的梦可真稀奇，还说菜可以做，东西就不必了。李景业夹菜的手顿了顿，脸上慢慢浮起一记微笑。青山的眼角余光早见，隐隐感觉到爷对阿渊小姐似乎有些不一样。让人家白白辛苦做了一桌菜，总该赏点什么。青山，李景业回头诡异地看着已经闭了眼的扁毛红嘴小畜生，就把这个给他送过去吧。
爷，你可真是个人才。谢玉渊看到这只活物的时候，嘴角绷成一条线，他开始怀疑李景业是不是吃错药了，好好的送他只鹦鹉干什么？几个丫鬟却是对着这个小东西充满了兴趣。青儿，小姐，这东西拔了毛，炖了吃有营养吗？能不能让娘长半两肉？小姐，还是养着吧，怪好玩的，把它挂外面去，别让我看到。小姐，起个什么名好？小混蛋。小姐，青儿的那几个菜也不值一只鹦鹉。王爷，这是什么道理？谢玉渊叹了口气，跟李景业讲道理，有道理可讲吗？明明说好后会无期，偏偏一会儿点个菜，一会儿送只鹦鹉，这能叫后会无期吗？妈妈，想不明白的事情不要想。翌日天刚破晓，安王府数列骑兵从正门有条不紊地出来。与此同时，运河码头上一艘大船扬帆起航，江婷背手直立在船头。义父，儿子仔细瞧过了，这船连掌舵的都会拳脚功夫，安王府的人训练有素。还有，刚刚王爷来询，他会在保定府停留一日，赶紧派人去通知保定府的掌柜，让他做好准备。已经派人去了，义父放心。沈荣、沈毅都安排下去了。安排下去了，每日子时他们都会去青草堂瞧上一眼。那我便放心了。永安侯府宴的那天，天气格外闷热。今日出门简单些，能不穿戴的尽量不要穿戴。小姐总说简单简单，奴婢可听说四小姐为了今儿个还到外头做了新衣裳，买了新头面。谁掏的银子？听说是少姨娘掏的银子，太太按下里也补贴了些。看来少姨娘的私房还挺多，经得起折腾。阿宝说的对，再简单也不能失了礼。谢玉渊只能妥协，一切打扮妥当，他给高氏请了安，带着阿宝和青儿去了福寿堂。阿渊来了，快给大伯母瞧瞧，连你二姐都比不上，更别说你四妹妹。你站在你四妹妹身边，活脱脱就是个丫鬟。谢太太和少姨娘对视了一眼，眼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银子可真是个好东西，少姨娘这时才算长长的松了口气。女儿就算不能嫁进陈家，嫁到侯府做个少奶奶也是件极好的事情。今日去侯府，一言一行都得有大家小姐的规矩，别让人小瞧了去。祖母是不放心我吗？其实那侯府我也不太想去，我留在家里陪祖母好不好？祖母哪里是不放心你呀，你素来是个好的。大奶奶带着姑娘们走吧。时下风气对女子极为严苛，且不说君贵高门的千金闺秀大多娇养在闺中，就是小门小户的女子等闲也不往外头去。因此所谓的侯府宴请，只是在后花园的水榭里摆了5、6桌，贵女们赏赏花，品品瓜果蜜饯，坐在一起聊聊天。一圈礼行下来，谢玉渊头晕眼花，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便拉着二姐往外圈走。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世家贵女的聚会要放在大热的天，一屋子的女人聚在一起，光脂粉味儿都能把人熏死。他想找个僻静的地方躲着，偏有人不想让他如意。这人便是陈清燕的娘蒋夫人。谢三小姐，你过来。夫人有何吩咐？母亲，这位呀，就是和女儿一道从扬州府来的谢府三小姐。您看看，长得比你嫡嫡亲的亲孙女儿还标致吧？使不得，我是从小地方来的，不敢跟侯府的贵女比肩。夫人折煞我了。果然是个标致的，说话也知道分寸，到底是江南读书人家教养出来的姑娘呀。燕无好燕，果然在这里等着呢。这么多双眼睛看过来，谢玉渊心中有数了。老夫人，我虽然来自江南，可外祖家却是京城的。三小姐，你外祖家是哪家的高门？高家，从前还出过个贵妃，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被抄了家，如今人都没了。听娘说还没得挺惨，连个整尸都没有捞着。
这话一落，偌大的水榭一片寂静。那丫头竟然是高家的人，高家的外甥女，哪个敢娶？不要命了！蒋夫人此刻脸上一片惨白，她千算万算就没有算到谢玉渊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高家丑事给捅出来。谢玉渊满意的看着蒋氏的脸色，冲萧氏道了福，慢慢的退出水榭。对不住了，蒋夫人，别说是永安侯府门槛高，我不想爬进去，就是你们陈家，我也从来没有肖想过。所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最好别有什么牵扯。大奶奶顾氏见三丫头自揭短处，心里阿弥陀佛了一声。少爷，少爷！啊，你叫我什么事啊？少爷，有人来了，咱们跳下去吧。爬墙这种事情最好是在晚上，这大白天的，万一给人看到了，他一个下人倒是无所谓，少爷这翰林院从6品小官就丢脸丢大发了。陈清燕丹田之气一提，人轻轻地落在地上，一落地她的脸就沉了下来。自家母亲的心思根本不想把谢玉渊娶进门，于是就想帮着侯府的表哥表弟们牵线搭桥。幸好谢玉渊聪明机灵，摆出外祖高家的身份，才打消了一众人的念头。可见这丫头是不想嫁高门，侯府她都不想嫁，那陈家呢？她在心里哀哀地叫了一声。他会看上我吗？如果他看不上，我又该怎么办？爷，走吧，这里是后花园，都是大姑娘奶奶们活动的地方，咱们被人瞧见了不好，滚一边去。陈清燕一撩衣袍，扭头就走，不管看得上看不上，自己的心思今儿个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后花园中有一绿波亭，是赏花看水的好去处。亭子前有个湖泊，茂茂盛盛地长满了荷花。从水榭出来，谢家3朵花结伴而行。二姐，瞧瞧人家侯府的气派，这才是真正的公侯富贵人家。谢玉湖点点头，三妹，刚刚蒋夫人好心在众人面前夸你，你真不应该把高家再搬出来，驳了夫人的面子，让她面上不好看。谢玉渊不想和二姐怼上，索性闭着嘴巴装聋作哑，心里却道：蒋夫人岂是那么好心的人？三姐啊三姐，如今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外祖家是高家，妹妹我真替你捏把汗呢。你在担心什么？担心你嫁不出去啊。四妹，二姐，我哪里说错了？本来就是嘛。你没有说错，嫁不出去正好，吃府里的喝府里的，还省得帮男人纳妾，养庶子庶女，一堆的糟心事。谢玉梅像看怪胎一样的看着他。三姐，你真该好好的和谭先生学学女德女学，这话要是让别府的人听到，还有谁敢娶谢家的人？原来四妹是怕嫁不出去啊。结婚生子，替男人操持内里，是咱们身为女子的本分。那是你的本分，不是我的本分。你行了行了，一人少说一句，别给人瞧了笑话去。就在这时，谢玉渊，正是陈清燕。陈少爷，问我什么事？我没唤你，我唤的是三小姐，我想和三小姐单独说几句话。你刚刚明明叫的是我呀。这谢家四小姐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要不然就是脑子有问题。三小姐，麻烦进一步说话。陈少爷熟读诗书，应该知道瓜田李下这一说，闺中女子见了外男，已是越了规矩，偏陈少爷还要单独与我说话，若传出去，我这名声还要不要了？我只是有几句话想和三小姐说，很快的。真对不住，我没有话要与陈少爷说。陈少爷，我家三妹说的对，万一被人瞧见了，她的闺名就算是毁了。三小姐，这话是谢侍从要我说给你一个人听的。三叔，谢玉元心里暗暗吃惊，莫非是三叔去保定侯府前有什么话让他带的？三小姐，事不宜迟，请吧。谢玉渊眼神微明了一下，到底是点了点头。就在谢玉渊默默跟在陈清燕身后，
走出谢家两姐妹的视线时，谢府里高氏看着面前的人，皱了下眉。李嬷嬷眨着浑浊的眼睛，笑眯眯道：“二奶奶，三爷托人带信回来，请您帮着去他书房找本书。三爷房里有丫鬟侍候，为什么要我去拿？三爷早前下过令，谁都不能进他的书房，除了三小姐外。可这三小姐去了侯府，外头衙门里派来的人又在等着。太太想着三爷只和青草堂的人亲，就令老奴来给您传个话。”高氏和罗妈妈对视一眼，罗妈妈眉头皱成一团。三爷这话在他中毒后的确是说过，他也是烦了前院子那帮子人，只是做嫂子的进小叔子的书房，于规矩上不太好呀。二奶奶，外头衙门里的小厮说了，是三爷的顶头上司急着要书，可别误了三爷的前程。那书叫什么来着？叫明什么记什么纲的，明记纲目。正是，还是二奶奶读的书多，老奴可是都记不得了。李嬷嬷低垂的眼睛里寒光一闪而过，那老奴就在三爷的院子外头候着。二奶奶，我陪你去，走吧。李嬷嬷正要拦，这小丫鬟瘦不拉几的，应该不会坏了好事。高氏走进老三的院里，奇怪的是，她一路走来都没有看到一个丫鬟婆子。老三不在，这些下人也越发的懒了。高氏跨过门槛，魏温，你在外头等我便好。是。高氏在书架上找了一圈，找到了那本明记纲目，他就手翻了翻，突然眼角的余光扫到一个黑影。什么人？别动，再动我杀了你！高氏吓得魂飞魄散，还没等反应过来，那人抬起手在他颈间重重一敲，高氏身子软软的跌了下去。哎呦，还是个凹凸有致的少妇，这笔买卖值老钱了。魏温在外头等了片刻，见里头半点动静都没有。二奶奶，找着了吗？要不要奴婢帮忙？无人应答，魏温顿时打了个激灵，踮着脚尖走了进去。刚走进书房，他就感觉到空气里有一股浓浓的汗臭味。三爷是个文弱的书生，哪儿来的汗臭味？怕是不好。他立刻从袖子里拿出匕首，拐个弯一抬头，墙角处二奶奶躺在地上，男人正在脱她的衣服。魏温裹挟着满身力气冲过去，刀疤那身子往前悍然一撞，魏温被他撞飞出去，嘴一张喷出一口血。是娘贼！姑奶奶，我不弄死你！我去你妈的！拳头正中魏温的半边脑袋，痛意让他呲出满嘴的牙，舌头轻轻一抵，从嘴里抵出一块刀片，锋利的刀片划过男人的脖颈。男人瞪大了眼珠子，像座山一样的身子往后一坐，死不瞑目。二奶奶，二奶奶！罗妈妈的声音由远及近，魏温听到唤声，他勾起半边嘴角，然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侯府后花园，陈少爷，我三叔说什么？三小姐，其实谢世曾并没有让我带话给您，而我自己有话要跟你说。谢玉渊一听，脸冷了下来，扭头就走。三小姐，我心悦你，想娶你进门，你可愿意？谢玉渊退后几步，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男子，分明是同一张脸，前世的厌恶，今世的喜欢却是天差地别。他做梦都没有料到这个男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表白。陈少爷，其大非偶，我不愿意。为什么？我说过了，其大非偶。谢玉渊，倘若是因为高家的事，我不介意的。并非是因为高家的事。陈青言，你听明白了，我不喜欢你。为什么？我哪里不好？陈少爷，你哪里都好，偏入不了我的眼。那谁能入你的眼？这就不烦陈少爷操心了，告辞，转身离开。谢玉渊，你给我站住！陈少爷，还有什么吩咐吗？那天在拱桥下，你是哄我的，你说相信我的话，也是哄我的吗？陈少爷，
那日的话是真话，今日的话也是真话。谢玉渊，你就真的不怕我把事情给说出去吗？谢玉渊替他把话说了出来。没错。说吧，我不怕。谢玉渊嘴角带出一个多余的清浅笑意，肩上的重担卸得干干净净。这会儿他是真不怕了。陈清燕一愣，他从来没有想到，不过短短数日，谢玉渊竟像换了个人似的。谢玉渊，你……谢玉渊冲他俏皮地笑了笑，扭头便走。你个真他娘的混蛋！站住！谢玉梅气冲冲地冲了过来。我问你，陈少爷和你说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谢玉渊，做人要有自知之明。你是什么身份？人家陈少爷是什么身份？陈家少奶奶这个位置，可不是你能想想的。别丢人现眼了。